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3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外交部阻止美总领馆卖香港宿舍套现，用意何在啊？那么这件事情是交易啊，这个交易是美国政府啊，今年年初卖他在香港的叫使领馆的宿舍啊，就是他的使馆人员住的这个宿舍，这个位置在寿城山宿舍啊。那么，香港的地产商叫恒隆地产，恒隆地产结果以25.66亿港元中标啊，他投标啊，楼面地价是每英尺54000港元。买卖原定是12月30号完成整个交易，并且过户。但是呢，香港的土地注册处以外交事务为由，拒绝为交易办理这个注册手续。那么恒隆地产今天就发公告说，未能完成收购香港这个驻港总领馆的宿舍的交易，因为涉及中美两国的外交事务，所以作为买方无法控制进展。他公告说，中国政府已经告知香港政府，如果美国政府有意租赁、购置、出售香港房地产，美国政府应该提前60天，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向中国政府申请，并且取得中国政府书面答复同意后，方可办理手续啊。然后这个恒隆地产就说，他说12月29号收到美方的回应。美方说，他们已经遵从相关义务和责任出售物业的相关外交义务属于主权之间的事务，并不影响该物业的业权。而且，这个美方认为，香港土地注册处没有权利不为协议备忘录注册那么，香港驻港领事馆的发言人说，买卖双方需要更多的时间完成相关交易的行政手续目前不评论正在进行的合同交易的具体条款。恒隆地产说现在正在征询法律意见，了解相关交易然后做出适当的行动包括延长交易时间的可能性那么今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汪文斌回应这么说，他说，建议美方对外国驻美国使领馆房地产管理规定根据对等的原则，中国要求美国驻华使领馆，包括驻香港使领馆，在租赁、购置、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获得或者购置房地产，以及实施馆舍新建、改建、扩建、修缮等工程时，必须相应提前向中方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详细信息得到中方书面答复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然后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根据基本法13条那么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特区政府严格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就美驻华使馆处置房地产的规定行事。然后就大体上就是这样这个房子呢这块地呢是叫这个寿城山地块那么在香港的港岛这个属于一个非常罕见的地块这个土地当时呢投下来是25.66亿9月16号恒隆地产已经交了相当于这个总值10%的定金9月16号已经交了。恒隆是准备建豪宅，毫无疑问这个位置一定是豪宅的位置。那么等于什么呢？预计是2024年落成，总投资40亿建豪宅这个恒隆地产。那么看一下这个资料，寿山村道37号地盘的面积是94796尺等于将近10万尺可见面积是47000尺
那么成交价26.66楼面地价楼面地价就是按照这个建筑面积算每平方英尺它的这个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是54000这是豪宅的价格大概就是这样这件事情是这样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当初在卖这个地的时候就是美国总领馆，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开始卖这块地的时候，正好中美双方正在打贸易战。美国一开始卖这个地呢，其实市场震动是非常大市场震动很大，大家觉得美国人要跑了美国人要跑，大家心里不踏实这个，所以呢，当时中联办当时就跟香港的地产商打招呼这个招标你们都别去这块地最好让它流标那么香港地产商都不敢去投标结果没想到这个恒隆地产的陈纪中跑着去投这个标。陈纪中是谁呢？陈纪中出名是什么出名呢？就是当年97回归的时候，他把香港手上的项目全卖了就是大家都看好的时候他撤了。这一把一撤呢厉害，这个非常厉害，他就搞对了。搞对的结果是什么呢？搞对的结果他就在香港出了名然后他一把就上去了。恒隆原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地产商，就是因为这一把他就上去了这是当年的一个操作很有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这些年香港回归之后呢，他就很高调非常高调这个说的话做的事情都很左，非常左。在地产商当中呢，他属于那种喝过洋墨水，有点文化，然后呢就说话比较普通话说的也不错，所以他侃侃而谈很多就是很左的一个地产商，很少这样的人所以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支持梁振英，他是梁振英的金主，就是他支持梁振英去选特首所以梁振英当选，他在香港也风光了一段时间那么陈纪中跑着去投，因为大家都不投，结果陈纪中一投捡了个便宜。当时大家还以为这个陈纪中是不是中间有人，就是上面有人授意让他去接这个盘很多人以为是陈纪中，红顶商人嘛，对吧？你其他人去接那没话讲。这个陈纪中去接，是不是上面上意让他去接，捡个便宜他，算是奖励他？结果其实从现在来看，并不是这样估计陈纪中是觉得自己支持了梁振英，腰杆挺硬，然后就想火中取栗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结果一不小心踢到了铁板他一脚踢到了铁板上那这个事情呢发生在美国大选这个总统交接期间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在这些事情上很精明，非常精明。这个时候去怼美国而且怼到的是什么？怼到是美国国务院那这个很到位这个时间点是非常的对的，因为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应该处于一个反应不大灵敏，或者是这个有些人准备离开，也没什么心思的这个状态，所以时间点抓得很对抓得很到位这是第一个。但是问题来了当然我们前面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关闭了休斯顿总领馆那你看这个中国的那番，就是刚才那个叫什么这个
汪文斌啊，汪文斌这个话一说呢，一看我们就马上想到什么？休斯顿总领馆，就是美国关闭休斯顿总领馆，这个肯定涉及到这个馆舍的土地呀、馆舍的问题啊。那么肯定啊，那么中间美国国务院肯定也没有给中国好受啊，也肯定给他吃了个鳖。外交部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想给他找回来呢？有这种可能性啊，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驻港联络办打招呼，结果没拦住啊，这事就已经发生了。那么驻港联络这件事情是驻港联络办来主导的呢，还是这个外交部主导呢？就不好说了。但是你一看汪文斌讲那个话，外交部肯定是要报仇，肯定是想报仇，想报复啊。报复这个事情啊，那么前因后果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关联啊，这是第一。第二，但是这块地呢，跟这个使馆用地不一样。那么通常是这样啊，我们要在这里啊，这个设领事馆，那就跟两国政府就会协商啊，协商你给我一块地，这块地叫外交用地啊，我盖我的这个馆舍啊，馆舍我们叫馆舍啊。那么这块地呢，其实就是外交用地。那么这个外交用地，如果你的这个使馆撤掉的话，你这个土地呢，双方要协商怎么处理啊？这个处理方式，因为这块土地也不是用市场方式来交易啊，很多时候是双方友谊啊，我这块地拨给你用。大部分情况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不会说我去市场上买一块地，一般不会这么干啊。所以，刚汪文斌讲的那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外交用地，就是外交上啊，我们协商，你给我一块地，我盖了馆舍，如果我要撤这个馆，或者要扩建，或者要卖这块地，或者换，你得跟对方政府协商。这个是没话讲，但是香港这个美国驻港总领馆的这个宿舍地，并不是外交用地，它是当年美国跟港英政府买的一块地，这是市场上等于就是市场，就是它不属于外交用地，不属于外交用地就是自由市场上的一块地。这个地跟那个地不是一回事，这是第二件事，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中国中国外交部用外交用地的这种模式来要求美国领事馆用在他的这个宿舍用地上也进行对等交易，其实这不合理。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是用在市场上，他给了钱买了这块地，拿到产权，那么他就是一个市场主体，美国政府就是一个市场主体，他握了一块地，他跟其他的开发商没有区别，他不属于这个外交事务。中国讲这是外交事务，其实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那么语法不合，于理不通，讲不过去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而且美国要求其所有国家，它的使馆用地制定一个规则，这是美国发生的事情。在香港发生这个事情，香港土地的买卖，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能不能对等？基本上无法对等。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法律不一样啊，我们讲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讲法律，法律跟市场环境完全不一样，你无法对等，因为它一个是外交用地，一个是不是外交用地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而且你想一下，万一一不小心这事儿要是，这不是在中国大陆啊，这在香港啊，就是说你不让他交易啊，阻止他交易，香港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司法复核。就是你一不小心呢，美国政府跑到法院去说我要司法复核，就是法院仲裁，法院打官司，去法院打官司，最后你把这两个东西往中间一放，法庭一判必须完成交易，你就傻了吧，就打脸就打大了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算你有权这么干，就算这块地你有权利这么干，你也不对。不对在哪里？双方进行交易的时候，就是当初美国把这块地拿出来招标的时候，这个宿舍包括土地拿出来招标的时候，你那当时就应该讲，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你就应该上来就告诉大家，公告一下，那所有的外交土地跟外交有关的土地，必须你要去什么呢？去驻港联络处向中央人民政府申请，提前3个月，你才能办这个手续。你不办这个手续的话，你到时候过不了户。你应该提前说当时就应该说，而不是等到双方签完合同，准备完成交易的时候，你突然说不准过户，然后还得去问才告诉他，那这个就非常的 low 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呢，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就是说可以很大，可以闹得非常大。但是这个时候，我相信美国也不会闹得很大，因为美国国务院现在也面临的一个情况美国大选这个情况。但是这件事情对香港影响非常大，几个影响。第一个，美国这个买卖一被阻止，意味着香港所有的外交用地都出现了问题，同样的问题，就是等于是外交土地跟使领馆馆舍有关的所有的土地交易都会有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香港的土地注册处，它原来的运作模式是不看人谁都不看，我只看文件，文件齐备合法，我就完成过户，我不管这些事情。现在突然发生说会有人在中间来一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的房地产交易出现了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你不知道，因为这里面你讲外交因素，你明天后天可以讲其他因素的这个你出现了一个就土地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或者说我们叫不动产交易出现了一个风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是最重要的。香港是什么？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自由港的基础是什么？香港自由港的基础就是产权制度我们讲可以，或者我们可以讲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它的基础就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包含几个方面第一个，所有权你拥有它，你产权制度首先我是所有权，我对一个物品叫物权我对一个物品拥有所有权，那么我有交易权，我可以拿来进行买卖，交易权，我有继承权我的权利部分或者完整，它具有完整性，就是说你不可以挑战它的部分权利都不能挑战，它必须有完整性。所以产权制度讲的都是这些那么为什么投资者愿意把钱放在香港？为什么愿意在香港进行交易的原因是这个产权制度是完备的，他才放心把钱放在这里，不会因为什么突然一个他不知道的原因，突然一下子把这个钱给冻结了就像上次发生了一次冻结这个议员这个流亡海外的前议员的银行账号，其实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那么你现在突然一下子我没办法交易了，这个产权就受到了冲击了，或者我们讲产权制度受到了冲击。当你的产权制度受到冲击的时候，
第一个受到影响的是谁？投资者。所有的投资者都会觉得香港现在的交易风险非常大或者是政治风险非常大因为原来投资者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我只需要考虑一件事情，有没有刑事责任。只要没有刑事责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我完成一个交易只要这件事情不涉及刑事责任，我就在任何时候跟任何人完成一个交易。但是现在发生了改变。什么改变？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外交因素。那当然你可以出现外交因素，你合理推测就可以出现其他因素，你可以排着队数出一堆来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在香港的投资风险一下子噌就上去了那么这种做法呢，就是典型的中共的做法。中共非常熟练做这种事情又熟练又习惯，而且他根本不觉得这有问题，因为他实在是太顺流了。那么这件事情往下走，我们可以继续观察这个美国政府想套现25亿港元，这外交部不让他套现我们看看谁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一个主题。另外还有一个主题我想顺便说一下，中国国药集团12月30号这个公告说他们研发的这个武汉肺炎疫苗的保护力达到 79.34%这是他的其中一家公司叫中国生物北京公司网站上宣布的而且他宣布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提交这个上市申请目前中国有5款疫苗进入3期临床，包括军事科学院与康熙诺的这个腺病毒载体疫苗，然后是中科院的微生物所和安徽智飞重组蛋白的疫苗，就是国药和这个北京生物所的疫苗那么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他这么说，他说这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3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数据结果表明，疫苗接种后安全性良好，接种2针后接种者均产生高低度抗体，中和抗体阳转率为 99.52%， 疫苗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的疾病保护效力为 79.34%那么这个数据呢，就当然比这个德国这个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的疫苗 95%， 还有就 Moderna 也是 95%较低低很多。那但是呢，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对疫苗有效性 50% 的门槛。那么中国是准备在1月15号之前完成5000万的接种。那么现在全国都在摸底写申请，然后就是怎么呢？就是要大家打。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全国都在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在准备从医院到这个我看一下各方面都在准备摸底然后就这个准备完成这个动作。为什么？过年主要是针对过年，应该是想在过年之前完成5000万的接种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大体上是这样。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听到的民意来看中国的老百姓只有一个要求，啥都没要求，只有一个要求，领导先打，然后我们再打大概是这样我们就不再说关于中国疫苗的有效性的问题反正我是不相信
有人有五毛跑到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提，说你有什么证据啊？我是没什么证据，我只是看记录，记录不好的我都不信。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谢谢。那么我在这里提醒2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们12月31号直播1啊，我们会进行跨年直播啊，这是我们第一次搞这个活动，那么欢迎广大网友全部来参加，那么希望尽量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热闹热闹啊。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希望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忘的时光啊。那么另外呢，我在这里要特别想明谢一下，因为好久没说了。我们有很多国内的网友啊，用 PayPal 给我打赏啊，我在这里一并谢过。由于这个很多网友不方便，所以我也不能够在这里一一的念出你们的名字。但是大家的鼓励我收到了啊，谢谢大家。另外呢，我也在这里提醒一下啊，就是一杯咖啡，心意到就行，我要的是掌声啊，掌声啊，就掌声就好，我得到鼓励，我需要掌声，大家给我掌声就好，但是不要太多啊，我就怕给大家负担。好，谢谢啊。有的时候太多，我心里也有不安啊，就说。怎么说呢？我需要的是大家的鼓励，好，谢谢。明谢闪电233，谢谢王老师每天直播辛苦了，祝王老师和美西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节目更好，我们大家会一直支持王老师，谢谢。丁建军，谢谢。HJ， 谢谢。1985，谢谢。观点 ：CCP 在香港为所欲为。美国处处退让，真不知道川普怎么想的。CCP 现在连美国的国家财产都管上了，香港的自由法治再次受到破坏。这件事情其实伤害的是香港本身伤害的是香港本身。美国政府套现套不套得了呢？我觉得还是套得了吧。连这个都做不到，那美国政府也太憋屈了啊。观点可以让国外的投资者看到，即使你在中国挣更多的钱，哪一天翻脸了，1分钱你都拿不走。这话很在理啊。观点在掌控香港之后，中共在香港开始用中国耍无赖那套治理，所谓的依法治国，说白了就是依中共的说法治国，什么事情中共说了算，说你违法就违法，就是这样。所有发生在中国的恶会渐次在香港发生这是我们在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我们做的那期节目当中我说的这个话。那么我当然希望我说的不对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发生情绪对香港的凌迟就是一步一步的告诉世界，这就是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区别，一项一项的慢慢做，也就是戳破西方世界一个又一个异想天开的梦。这件事情苦了香港，兑现了反送中那句话，治世界我们只能示范一次。我这件事情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到位，而且我联想到刚刚签的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其实反映了什么？还是反映了西方国家不了解中共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再从中获利我叫火中取利这件事情我认为欧盟迟早会后悔，他们会后悔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欧洲的企业跑到中国去挣钱，你想多了，你可以挣到钱，但是你挣到的钱未必能拿得走这是一个。欧盟不要以为
有个这个协定就能保护你的企业，没有人能保护你的企业啊，除非你打得赢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市场，未来中国的市场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就这2点啊。观点，中共这下半年在香港连下几城，美国政府应对的措施算比较软弱，至于为何，可能和美国在香港巨大的投资利益有关。如果升级对抗，恐对美资不利。个人最希望看到的是美国在美元结算上制裁1到2家中资银行机构，这才能算有力的制裁方式。终极大招是美元港元脱钩，这蛋杀第1万，自己也会很疼，所以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到，也许还需要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美资在香港投资算是第3大吧，第1大其实是英资，第2大是中资，第3大是这个美资啊，但是美资没有办法跟中资比啊，这差别还是很大啊。所以你说美国在香港有巨大的投资利益，主要是那几家投行呗，其他的就不太多啊，包括一些石油公司了啊，石油公司，其他就不是很多了。其实最大的利益是英资啊，英资。所以如果你和英国比，美国的利益不算啥，真不算啥啊。所以这个不会成为美国的这个拖后腿的因素啊。观点，土共就是世界最大的邪教，朝鲜劳动党第2大，他们都符合邪教的定义和所有特征。有一天世界认识到这一点，取缔这些邪教，这个世界会变得美好很多。邪教有3个特征，第一个，不能退出啊，中共是不能退出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不能退出啊，第二个是叫什么？要崇拜，就是那种迷信般的崇拜啊，就是第3个还有什么？我忘记了，有3个特征啊。问题，王生好，啥时候讲讲中式女性、中式婚姻、中式家庭的话题？上次说好了周末讲，坐等会员直播，请关爱已婚听众，请关爱女性听众啊。中式婚姻，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中式婚姻啊？中式婚姻，中式女性，为什么要中式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你涉及到中式呢，就涉及到很多地域特征啊。你比如说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又分北方、南方，又分这个江浙、珠三角。其实中国的这种地域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说香港，比如说台湾，比如说这个新加坡、东南亚等等。我们如果是笼统的讲，好像又不到位；如果一讲到地域，又会出现一些顾忌啊。我想想好吗？情况信息：工作在北京九仙桥大山子社区一边，数字流氓公司有同事的舍友是密切接触者，周围的人包括我全部都在家办公。从上周礼拜1开始，现在大山子北3号楼发现感染者，回公司上班遥遥无期啊。OK， 北京现在是有点严重了啊，北京现在是有点严重了。我们现在当然没有数据，但是我们收到的各个情况来看，北京的情况是比较严重啊。就是现在就是看什么呢？看这个过年，这个年怎么过？现在北京是给大家打招呼啊，就是不要出也不要进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啊。拜登说了，中国不是敌人，是竞合关系，俄罗斯才是敌人。
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合作，美国都这样说了，欧洲为何不跟中国协议？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提问：新加坡说李光耀独立后取得了国家的巨大发展，香港没有独立，为什么可以取得那么大的发展？独立不独立和发展有没有直接关系？还是说英国留下的法治和市场规则是市场城市发展的原因？李光耀可惜没有看到香港的今天啊！李光耀要是看到香港的今天，他会有另外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如果你不独立，你取得的再大的成就也可能归零，你说呢？香港就是没有独立，香港没有独立是啊，你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啊，但可能是归零，现在就在归零的过程当中。所以新加坡，你说新加坡跟香港最终谁赢呢？不好说呢，还观点：邪教特征，第二个是个人崇拜，第三个是掌握宇宙真理，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好，明谢阮光能，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再提醒一句，12月31号约定你哦。